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老朋友 PSP Audio 的 Infinite Strip 无线通道条。大家好，我是 Alex。这个 PSP 的这个 Infinite Strip 呢，翻译过来无线通道条，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无线的，它是确实能加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给力的一个通道条的插件。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屏幕上它加载满了以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在每一条中去调整它的内容。我们呢先选一个预设，它这边有无数的预设，非常多。PSP 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给你的预设特别的全。有 application， 也就是你应用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比如说像低鼓啊、军鼓啊、唱啊之类的。还有呢 designer， 就是一些制作人，他们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风格或者不一样用途的这种预设。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选01，这个我们从 Scratch 开始，就是完全白板一个。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有9条，然后呢每一个上面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信息，每个之间是可以拖拽的，相当于是它里边一共有多少个内容呢？一共有，如果你点这个加无线，你可以看到从 preamp 里面有5种，然后呢 filter 有3种， gate 门线有3种，压缩有3种，均衡3种，线幅有4种，然后呢最后一个 master control， 这里边有一个声音变宽，还有特殊效果呢一共有3种。de-esser de-hammer 就是去掉一些的那种50赫兹60赫兹的那种电流声，然后呢还有一个 reactive EQ， 这是一个动态的 EQ， 所以有很多，但是呢每一个类别你可以插入一个，同时呢如果你每一个类别插入一个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在这个 X 和 Y 这个地方去加载。比如说我希望有2个均衡，你可以再多加一个均衡，或者你可以多加一个压缩之类的，然后你可以随便去变它们的顺序。此外要提一句的是呢，这个插件是完全零延迟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个地方写着 Zero Latency Processing。这个面板呢，你可以把它变成比如 Resizable View， 变成这样。如果你有多少条呢，它就显示多宽，它不会占你很大的屏幕，或者你可以有 Full View 或者是 Mini View。Mini View 是这样的，相当于是你把这个东西加载到这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去拖拽它们的顺序之类的，非常的灵活，它就可以帮你打造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效果链。当然这里边没有混响和延迟之类的那些效果，主要是动态和均衡基础声音的控制。所以我们回到 Full View， 我们来给大家很快的去讲一下。咱们先看 Gain， 这个 Gain 里边一共有5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干净的一个 Gain， 一个增益，如果你需要推进增益补偿的话，你是可以用这个去处理的。而且它这个模块在接下来这所有的这些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增益的钮呢，无非就是你可以推进更多的增益或者减少增益，也就是你输入的信号。但是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它有一个 reference， 这个 reference 实际上是你可以用它去做你的 gain staging。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比较响的这个声音的地方，我想把它调成-18 dBFS， 你可以点-18，然后你点上 auto 以后呢，你放个音乐在你比较响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动。OK， 它帮你校正以后呢，从你这个第一个 gain 插件以后进来以后呢，它就是-18，最高的地方是-18 dBFS。然后这边有一个 up and down， 一般来说你控制 gain staging 时，你用你最响的声音，让它限制在-18左右。所以呢，你基本上是只降，也就是说你音量如果超太多的话只降不升。但是如果你的声音很小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up down，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声音很小的话，它可以帮助你提升到一个差不多-18左右的位置。下面这是不同的计算方式 RMS 和 Peak。Peak 呢就是你特别高的峰值， RMS 是一个平均的响度，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平均响度。接下来呢左右的向外反转，有了这个以后呢，一旦你校正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 auto 点灭，然后你可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用这个 gain 去控制，或者呢你就保持这个位置。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gain staging 的一个工具。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Pre 60年代，你会发现上面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咱们就不用动了，而且你在切换的时候呢，上面也不会动。所以这是 Pre 60年代的前级增益的音色，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drive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灯开始在亮。这个地方可以 bypass。此外呢，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noise， 如果你可以把它打开的话，你应该听到它的噪音。变成自动的话，只有你播放的时候它才会有。所以如果你希望增加一些噪音，让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更真实或者是更有趣的话，可以用它。所以这是60年代的，然后它还有70年代。70年代这一换过来，你就只知道是模拟哪个。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一般来说这个地方你稍微见一些黄色，就说明音源已经比较多了。
非常细腻的一个声音。我们再看看80年代。You like me from me without all of the glitter, and you make me laugh just like a little kid, and all my insecurities just disappear. 最后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ADC 90，这是一个12比特的 AD 转换 ，AD converter， 它基本上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更暖一些，或者去掉一些比较硬的那种声音，因为它的本身的带宽有限。我们来听一下，没有的是这样。We're the last people standing, still dancing when the lights come on.非常暖的一个声音。对，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它这个声音，这个12比特的 converter 声音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模块 filter，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随便去搭配它们的位置，咱们就挨个来讲。filter 里边呢一共有3个 ，basic filter 呢就是最简单的高低切，6个 dB、18个 dB prerogative， 然后下面是12个、24个 dB 的 prerogative， 上面呢是 low pass， 也就是高切，你可以切到高频的，下面切到低频的。或者你可以用 Pro Filter，Pro Filter 跟那个的区别其实就是上面和下面都是一样的，但是中间它给了你一个你可以扫频的一个滤波器，一共有5种 Low Shelf、Bell Shape， 然后呢特别窄的 Bell， 然后呢 Notch。比如说经常你可以去考虑用的一个方式是，你可以把它调得非常的窄，你可以想象你现在那个频段是比较窄的，然后找到一个比较难听的声音。我一般是这样用，我先选这个，然后呢我把它声音推起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听，这个声音会很难听，但是呢一会儿你会发现有用。听到那个这个时候呢，把它换成 notch， 它能帮你去掉你刚才听到那个那点声音，所以用它可以去在普通的滤波器基础上呢，再增加了一个这种中间的调整。不管你是用去掉一些不好听的声音，或者是用它去提升任何的频段都可以。再往后 sidechain filter，sidechain filter 实际上跟 Pro Filter 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处理 sidechain， 处理侧链里面信号，可能对后边的你的动态可以有帮助。往后再看 gate、expander 和 gate， 这两个其实就基本上一个意思了。expander 的话，你是可以调整它的比例的，然后呢去设置阈值、设置启动时间、释放时间，包括它有一个很健全的侧链。我们今天这个音乐并不适合去讲这个 gate， 但是如果你看到以前我讲过这门线的视频的话，应该能理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军鼓的声音，有串音，串了很多的镲，串了很多底鼓，我可以把我的侧链仅限制在这个军鼓的位置。也就是说，只有军鼓的声音能打开这个门。那军鼓每次一敲的时候，我听到了，我就会把这个门线打开，然后你能听到军鼓的声音。军鼓一不响了，其他的声音呢就会停下。Gate 和 expander 一样 ，Gate 就是一个非常的比例高的一个 expander， 反应的比较快，处理的非常的多。然后呢 ，Darker 这个 Darker 实际上就是闪避。这个东西你一般来说用外部的侧链去触发它，比如你现在有2轨，你可以用外部的侧链去控制这个 Darker， 一旦它超过阈值，你这轨声音就会降下来，所以类似于一个侧链压缩一个概念，但是它放在了 Gate 这边。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压缩。这压缩里面一共有3种：光学压缩 FET 和 VCA，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比如这个歌里边，我们可能用 VCA 比较的适合一些。侧链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希望稍微调整一些你的低频的话，下面这个 mute 你可以去 bypass， 或者你只 solo 的话，只听这一个模块给你带来的变化。这里面的功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启动时间、释放时间等等的。然后呢，它的控制是一模一样的，包括 Opto 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使用，比如说总线，我一般会使用 VCA。人声的话，可能尤其像这种人声的话 ，Opto 会好一些 ，FET 会更快一些。再往后看，我们看 EQ， 这个 EQ 呢 ，Channel EQ、Precursor 和 Retro Q， 这个 Precursor、Retro Q 都是 PSP 自己本身的插件，它现在放到它这个无线通道条里面来了。我们先找一个试一试。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如果我调整完了以后，我切换这3个模式的时候，它的参数是不变的。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比如我们先调整一些声音。
'Cause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belong. You like me from me without all of the glitter, and you make me laugh just 没有的 like a little kid, and all my insecurities just disappear when you're here with me. I've been 这时候你可以切换到别的模式。 to this feeling, never felt so high. Won't even care if you and I come crashing down tonight. I'll let it hit me. It feels different. 这样你可以比较这3种不一样的风格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像 Retro Q 的声音好像听起来更暖一些，更暗一点 ，Precursor 可能就稍微的亮一些。我个人更喜欢它这个 Channel Q， 我觉得用起来非常的好用。那外圈呢是它的频点，内圈是你的增益补偿，加或者减，然后每一段呢都有很清晰的，比如说你可以用 High Shelf， 或者是像那种 Resonance 的比较的硬一些的 High Shelf、Bell Shape。低频也一样，然后其他的呢有不一样的 Q， 每一段可以单独的去开关，所以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操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每一条都比较密，所以你一定要拆分一下，大概每一段是干什么的。接下来呢，我们看 Limiter， 这个 Limiter 一共有4种 ：Opto Limiter、VCA Limiter， 然后呢有 Brick Wall， 还有一个是 Saturator。这个 Saturator 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消波或者音色的一个工具吧。它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Hot Clip、Soft Clip， 然后呢磁带1、磁带2。电子管1、电子管2，这个不一样的形状的声音。同时，你可以用这个 smooth 去控制。比如说，你用 hard clip， 如果你觉得太数字的话，你可以把它稍微的变多一些，它的那种 clipping 的效果会更暖一些。我们来试一试。咱们先找一个 hard clip， We're the last people standing, 降低 still ceiling， dancing when the lights come on. The music is 你能 fading, 听到底鼓咕咕 but 的声 this 音。 is our favorite part. I used to feel like an outcast, but I think I'm 你如果把 alright. smooth 转过来，它就是完全的 hard clipping， 调整这个 'Cause you ceiling， make me feel 上面会 like 告诉你大概 I 切了多少。 You like me from me without all of the glitter. 然后我们来听一 You make 听 me laugh just like a little kid, Tape and all my insecurities just disappear when you're here with me. I've been a stranger to this feeling, never felt so high. Won't even care if you and I come 电子管 crashing down tonight. I'll let it hit me. It feels different whenever you're around. 这是 tape 2。 From blue again tomorrow. That 然后下面你还可以去把它的一部分低频去掉，比如说你不希望低频有太多的染色，你可以去掉，会干净一些。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染色，比如用磁带染色。 I've been a stranger to this feeling, never felt so high. 这还有一个 soft， 你可以用它做出更平滑的声音。然后呢 ，opto limit 这些所有的 limiter 都很类似啊，除了专强 limiter 的话，就是完全的一个我们认为的意义上的线幅器。那 VCA 和 opto 更多的是给你不一样的色彩。 I've been a stranger to this feeling, never felt so high. Won't even VCA 声音更硬一些，然后速度更快一点点，同时会给你感觉好像更多的响度。 I'll let it hit me. It feels different 专强的这个呢，你就把它差不多限下来1到3个 dB。 again tomorrow. That's alright. 'Cause I'm so damn happy now. 此外，它这里边有一个模式，模式1、模式2、模式3，应该是越来越保险或者更慢一些。2是慢的，3应该是比2是可能稍微快一点点，就是它的释放时间会稍微快一点点。所以你可以去听一下。一般来说，你如果追求响度的话，1还是不错的选择，2可能会稍微的有点慢，所以取决于你的歌曲的风格。所以这是线幅，一共有4种。此外呢，我们利用它这个 X 和 Y 呢，看一看它的特殊处理 deesser。这 deesser 的话就是去齿音的了，这个你可以把它拽到前面去。比如你在压缩之前就想控制它的话，我们先 solo 一下这个。那在这个场合上呢，我们用它来处理我们高频比较刺耳的声音。这是它控制的宽窄，然后呢这边是频段，你要找到它那个比较刺耳的声音的频段、灵敏度、控制的范围、比例呢，就是你可以认为就你把 deesser 当做是一个压缩一样就行了。2:1的话就是控制的稍微的少一些，4:1的多一些。然后这是全段的 full band。或者是 split band 分段的，也就是说，如果分段的话，你哪个地方出现齿音，它会
帮你切到那一部分的声音，而不会影响整个音乐。在我们这个场合呢，我们用 split band， 咱们用差不多2:1来听一下。我现在是差不多8K 左右，稍微宽一些。Range 呢是帮你调整你想压多少，最多的话。如果你压多了的话，你高频肯定就少很多。所以一般来说，你找到一个合适的频率，比如经常听耳刺耳的声音，控制差不多2-3个 dB 就已经很多了。此外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低 hummer， hummer 是帮你控制这个50或者60赫兹比较的的那种声音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 reactive EQ， 这 reactive EQ 就是一个动态的均衡，上面有阈值，然后呢，下面这2个钮呢是阈值以上、阈值以下，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形状，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拿 bell shape 来控制。假如说咱们希望它 1K 1.3K 的地方呢，稍微的如果超过阈值，音量大的时候稍微帮它推一些。你调整这个阈值，你发现它唱到一定声音的时候，这就提起来了。所以一旦你的声音，你整体的音量在那个频段超过了这个阈值，它就会帮你提升一点，或者你可以把它降下来，你可以反着来把它降下来。如果低于阈值的时候提升，高于阈值的时候下降。我知道从这个特别机械感的这个界面上，不像 Q3 那种特别容易能理解，但是呢，基本上是这个用法。上面控制超过阈值的，下面控制低于阈值的，你就可以控制它们去提升或者衰减。Transition 呢，就是告诉你，基本就是那个提升衰减的范围，它从某一种程度上可以控制你整个你的这2个钮之间的距离，慢慢的缩小。然后 Q 呢，就是控制它的频段的宽窄。所以有了很多这些东西呢，最后你可以进到你的 Master Control。Master Control 里边有一个很好用的是它这个宽度。如果我们来听一下。它这个宽度很保守，不是很夸张的那种声音，这样是变成单声道了。此外呢，它会告诉你 pre 和 post， 也就是你整个的响度的声音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整个这就是 Infinite Strip 无线通道条。当然它不是无线的，但是呢，它也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这基本就是一个你把它加载在音轨上，然后呢，你基本上从动态、均衡各种各样的处理上就完全够用了，有特别特别多的选择，有一点复杂，但是用起来你一旦习惯了以后呢，尤其是你存好了预设，你到这里面去找到你各种各样的预设以后，特别快的可以帮助你去找到混音的方向。所以呢，有机会可以去试一试 PSP 的 Infinite Strip。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支持，别忘了订阅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